在亚洲这片充满活力与矛盾的土地上，有两个地方的故事，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时代的浪潮中被不断翻转。一面是全球瞩目的经济巨兽，它的每一次心跳都牵动着世界的脉搏。高楼大厦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拔地而起，宏大的叙事每天都在上演，无数人将它视为实现财富梦想的黄金国度。另一面则是一个在许多人眼中已经光环褪去的岛屿，它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如今却更像是一位安静内敛的长者，在时代的喧嚣中以自己的节奏缓缓前行。然而就在这看似泾渭分明的两极之间，一股令人费解的逆流正悄然形成。为什么数十万甚至逼近100万的东南亚年轻人，在渴望用双手改变命运时，会选择跨越更远的海洋，将他们的青春与汗水献给了这个看似已经落后的岛屿？这背后究竟是金钱的诱惑，还是隐藏着更深层次关于尊严与希望的无声选择？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这股人潮的规模远超许多人的想象。根据台湾官方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4月，全台外籍移工总人数已突破83万大关，创下历史新高。这83万人是什么概念？它足以构成一座大城市的全部人口，是一股足以对社会运作产生深刻影响的庞大力量。他们从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国远道而来，声音已经深度融入了台湾的日常。如果你在周末走进台北的车站大厅，会看到大片东南亚面孔席地而坐，分享家乡美食，欢声笑语，仿佛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嘉年华。如果你驱车经过台中的精密工业园区，会发现生产线上的许多专注身影正来自这些勤奋的年轻人。在屏东的渔港、嘉义的养老院，他们的汗水默默的付出，支撑起了台湾许多不可或缺的产业。这种景象对于许多习惯了另一番景象的朋友来说，构成了强烈的认知冲击。他们无法理解，在他们看来经济体量更庞大、工作机会更多的世界工厂，为什么没能吸引到这些渴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出于好奇，许多大陆游客会忍不住上前攀谈：你们为什么选择来台湾工作呢？我们那边的城市更大、更新，工作机会更多，不是更能赚钱吗？面对这样带着善意却也充满预设前提的疑问，移工们的反应往往是腼腆而又坚定的。他们的回答像一把锋利的刀，划破了所有关于发达与落后的表面迷思。真的吗？我没有听说过。我们以前听说薪水最高的是香港，第二就是台湾，大陆是比较少的。一位印尼籍女士在街头采访中坦率地摇头，她的语气中没有敌意，只有一种基于他们信息圈的朴素事实陈述。在另一段影片中，当拍摄者试图用大陆工厂很多，一个月能赚1万多人民币来吸引一位印尼女士时，对方的回应更加耐人寻味。她毫不犹豫地笑着摇头，轻声但清晰地说道：不想。那么是什么力量让她的笑容如此坚定，让数十万人的脚步如此一致？答案隐藏在最赤裸、最现实的金钱算术题里。让我们来算一笔最精细、最实际的账。在台湾，根据法律规定，一名产业移工的月薪不得低于新台币27470元，但这只是底薪。在工厂里，加班是常态，而台湾的劳动基准法对加班费有严格规定，平日加班费是底薪的1.33倍，甚至更高。因此，一位勤奋的产业移工，一个月包含加班费，实领薪资达到新台币35000元，甚至更高，
是完全正常的情况。如果是一名家庭看护，虽然底薪略低，但雇主通常会提供免费的食宿，这意味着这笔钱几乎是净赚。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台湾的东南亚移工一个月普遍可以拿到25000到35000新台币的工资。我们取一个保守的平均值3万新台币来计算，按照近年汇率，大约就是人民币6500到7000元。现在我们将视角切换到另一片土地，同样是一位没有高学历、没有特殊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在工厂流水线上，他能获得的薪资是多少呢？根据调查，普遍是3-4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个数字或许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会高一些，但在广大的作为制造业主体的2、3线城市工业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普遍且真实的薪资范围。甚至在很多工厂，扣除伙食费后，到手的薪水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数字。6500元人民币对比3000元人民币，将近1倍的薪资差距，就是所有问题最核心的答案。对于任何一个漂洋过海，牺牲与家人团聚时间出来打工的人来说，这笔账谁都会算得清清楚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影片中的移工在听到大陆工资1万多时会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这与他们从同乡、从中介那里获得的真实资讯相差太远。而这种资讯差也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现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我们网上看到的不是人均月入过万吗？然而网络上的声量往往与现实的真相存在巨大的鸿沟。一份由中金公司发布的报告曾揭示了一个让无数人惊醒的真相。在中国，超过95%的人月收入根本达不到5000元人民币。这个数据像一把冰冷的凿子，敲碎了网络世界里由高收入群体所营造的遍地富翁的幻想。它告诉我们，月薪3-4千元才是这个社会更广泛的底色。所以，当我们理解了这个背景，就能明白，一份稳定提供6000多元人民币月薪的基础劳动岗位是多么具有吸引力。这份薪水转换成他们母国的货币，能量就更为惊人了。以月薪3万新台币为例，汇回印尼大约是1500万印尼盾，汇回越南大约是2400万越南盾。这在当地是一笔可以支撑起整个家庭开销，甚至可以盖一栋房子的巨款。这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用劳动换来的阶级跃升的希望。然而，如果故事仅仅停留在这里，我们只窥见了冰山的一角。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钱，人们或许可以忍受一切，但真正让这数十万人不仅选择来，还愿意留下来，甚至在情感上对台湾产生归属感的，是金钱之外那些更难以量化却也更为珍贵的东西：权益、福利，以及最重要的尊严。让我们来看看工作环境的软硬件对比。在台湾，有相对健全的劳动基准法在保护着劳工，法律明文规定，每工作7天必须有1天作为例假。这一天是他们可以完全放下工作，到城市里与同乡聚会、逛街购物、放松身心的自由时间。每天的法定工时是8小时，若有加班，雇主必须依法支付加班费，否则将面临高额罚款。许多有良心的台湾雇主还会提供合约之外的额外福利，例如提供舒适的住宿环境，符合他们饮食习惯的餐食，甚至在逢年过节时会发放慰问金或礼品，让他们感受到一丝家人的温暖。反观在另一片土地，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996甚至7的工作文化，至今仍然是许多工厂的潜规则。在这种高压的氛围下，加班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
加班费则成了一个可以被随意拿捏的模糊地带。所谓的免费加班、责任制加班层出不穷，而外籍劳工在这种环境下，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的权益保障体系更为脆弱。一旦发生劳资纠纷，往往求助无门，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在这样的对比之下，一位来自越南的护理员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出的那句发自肺腑的话，就显得格外有分量。在大陆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成本也高，没有自由，也没有尊重。但在台湾，他虽然也是一名劳工，但是他感觉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这句话虽然朴素，却重于千金。它像一把钥匙，解开了所有关于选择的深层密码。它意味着你的劳动会被尊重，你的权益会被法律保护，你的人格不会被随意践踏。你不是一个可以被任意更换的零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情感、有尊严的个体。这或许才是台湾真正留住人心的最强大软实力。而支撑起这份尊严的，除了雇主的善意，更重要的是台湾公民社会的力量。在台湾，有着非常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长期致力于服务与关怀移工群体。他们为移工提供法律咨询、中文课程、心理辅导，甚至为遭受不公待遇的移工提供庇护所和援助。这些社会力量共同编织出了一张巨大的支持网络，让这些异乡的游子在感到无助时，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依靠。这种来自民间的温暖，是再多金钱也无法替代的。最后，我们必须触及一个最根本的，决定了这一切流向的结构性因素——政策的准入。台湾的产业结构由于少子化和劳动人口老化，在制造业、营造业、农业、渔业以及长期照护等领域，确实存在着持续的劳动力缺口。因此，台湾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透明、合法的移工引进政策与管理机制。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年轻人可以透过本国与台湾双方政府都认可的合法中介，申请到工作签证，堂堂正正地来到台湾工作。他的身份是合法的，权益是有法律兜底的。而在另一个地方，情况则截然相反。由于拥有14亿人口，自身的劳动力供给极为庞大，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始终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对于引进非技术性的外籍劳工，是持非常严格甚至是原则上关闭的态度的。大陆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外国人来华工作通常只发放给那些具有高等学历、特殊技能、高级管理经验的外国专家或高端人才。这就从根本的法律层面堵死了大量的东南亚基础劳工想要透过合法途径进入工作的可能性。所以，真相并非是他们不想去，而是在现行的国家政策下，他们根本就去不了。那些极少数存在的，往往是透过某些边境特殊人员往来协定进入，或者更糟的是，处于偷渡客或黑工的灰色甚至黑色地带。这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安安稳稳工作赚钱的普通人来说，其风险之高、保障之无都是不可承受的。当我们将薪资待遇、工作权益、社会尊严、政策准入这4个维度全部放到天秤上进行称量时，台湾的优势就变得无可辩驳、压倒性的清晰。这数十万移工的选择，就像一面巨大而诚实的镜子，不仅映照出两岸在劳动市场与社会环境上的真实差异，更促使我们去反思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真正的先进与发达，其衡量标准到底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光鲜亮丽的 GDP 数据，是世界第1高楼的竞赛，是互联网巨头的市值吗？台湾在过去20多年里，
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确实被远远超越。但这面镜子告诉我们，台湾社会的某些核心部分并未因此而退化，相反，它在民生的细微之处，在对劳动者的法律保障上，在整个社会的文明与温情上，依然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这些移工，他们没有被宏大的经济数据或政治口号所蒙蔽，他们用自己的双脚在投票，比较的是哪里能让他们安心工作，哪里能让他们体面生活，哪里能让他们稳定地将血汗钱寄回家乡，去改善家人的生活。他们的选择构成了一场最真实、最不受干扰的民意调查。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台湾的移工一个月能稳定赚取6000元人民币，每周还能和同乡们快乐地休假一天，而另一边的许多本地年轻人一个月拿着3000多元的薪水，还在为没有尽头的996和内卷感到窒息与绝望时，那种内心的冲击感是真实且强烈的。这并非是要去简单的褒贬谁、批判谁，而是这个现象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让我们去重新思考。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的衡量标准，或许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世界第一，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最平凡、最基层的个体。这数十万外国劳工的故事共同谱写出一个结论：或许台湾不是完美的应许之地，它也有自身的问题与挑战，但至少在此时此刻，它已经成为了无数东南亚劳工心中那个可以凭借自己诚实的劳动去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地方。